朋友们，这次枫丹的声望翅膀涵盖的信息量可太大了，相信比较干的朋友已经搞到这个翅膀了。不同于前几个国家写的呢，都是一些没啥用的东西。这次枫丹的风之翼应该算是把枫丹的历史很大一部分都进行补全了，尤其是有关于初代水神厄戈利亚的一些信息，更是非常的多。下面呢，我们就来跟大家讲解一下。首先呢，就是第一段，主要呢跟我们讲解了原始胎海之水的构成。文本里面说呢，它的成分和血液是类似的，生命呢在原始胎海之水中是不分彼此的。陆地上的生命进化出来这个血管，也是为了把原始胎海之水留在体内，就证明了提瓦特的原住居民都是来源于原始胎海之水。感觉这个设定有点像 EVA 里边的生命之海。水龙王呢，就是这片大海的心脏。后面呢，就是根据日月前世的记载，天里法涅斯，也就是原初之人，把7位龙王全部都干废了，正好对应着那句文本，原本的心脏被摘除。为了代替水龙王的这个位置，天里呢又创造出来了一个新的心脏，也就是厄戈利亚。这说厄戈利亚刚开始就是用来代替水龙王的一个工具。第三段呢，就是有关于雷姆斯王的故事，说这个雷姆斯王来到枫丹之后发现呢这里的人还没有开化，一个一个呢都跟原始人似的。于是呢，雷姆斯王在枫丹建造了文明。后来呢，我们也知道雷姆斯王呢因为自己的野心，导致呢整个帝国都毁灭了。这个时候还没有到魔神战争时期，水神还在那当心脏呢，但是呢又需要一个枫丹的神，于是呢厄戈利亚就从之前的心脏工具人变成了水神，可以说也是捡来了一个神位。温蒂呢好歹是把高塔孤王推翻了之后才捡到了一个神位，厄戈利亚更简单，那雷姆斯王都不用推翻他自己没了。感觉枫丹的魔神战争好简单呀，你看其他国家的是吧，尤其是璃月最为惨烈了。奥罗巴斯为啥跑出去呢？就是因为璃月的魔神战争打得太猛，虽然说还是没有逃过被雷神一刀砍死的命运，但枫丹这么一算的话，好像也太简单了。枫丹至始至终可能就没有魔神的存在啊，因为目前不能确定雷姆斯王他到底是不是魔神，他是不是魔神也没有关系了。水神获得魔神之格的那个时候，雷姆斯王又已经没了。但是厄戈利亚这么一说，好像厄戈利亚也挺惨，活着的时候被天理当工具，死了的时候还是当工具，被这个花神一忽悠跑到死须弥去了，尸体还被种了树，还得让福福去处理他那些烂摊子事儿。只能说福福也是挺惨，背锅了这属于。OK， 那么本期有关于枫丹翅膀的文本解读我们就先到这里。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新的想法，欢迎呢在评论区里边留言。咱们呢下期再见。